1个月前，苏婕妤深夜突发急症，我和师傅前去看诊，直到亥时，娘子才安稳睡下。平时我和师傅都是走大路回太医署，可那晚不知为何，师傅偏要走着鲜有人走的阴阳路。师傅，我们还是走大路吧，这路实在是吓人。哼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非不信也，敬而远之。就算有鬼，那就一定有仙。我们问心无愧，何惧哉？谁？哎，师傅，你也看见了？何人？深夜还在此逗留？王美云。一坚，真的是你吗？一坚，一坚，放我！救我！松手！一坚，一坚，你快走啊！放我！松手啊！你快！你看看我！一坚，你放我！你放我！一坚，一坚，师傅，快来人啊！快来啊！来啊！救命啊！哎，师傅。我亲眼见到那女鬼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画中，病死的人我见过不少，见鬼我还是头一回。他们认识？我不确定，只是那女鬼一直叫师傅一坚，师傅吓坏了，当场凶逼发作。后来你又见过那个女鬼吗？我也想再来看看，可师傅坚决不允许来，我何必给他添堵呢？我还特地给他求了平安符，可那符怎么会不带在身上呢？而且师傅为何又来了这阴阳路？王美鱼，董才人，甚美。你叫什么名？董才人。董才人。一坚，你回来了！罗一坚，你回来了！罗一坚，你回来了！你回来了！罗一坚，罗一坚，你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罗一坚，罗一坚，你来了，终于来了！罗一坚，救我！罗一坚，罗一坚，哎，娘子，罗一坚。娘子不是女鬼，请先主为娘子证明。董才人如此爱你，是白江残粉，嫔妃们都用它使肌肤白皙。
阿娘，阿娘，你是谁？阿娘，我要阿娘。那边，不过应该被他跑掉了。我去追。县主，有发现。原来如此。最简单也是最不会留下痕迹的方式，就是利用月光。假象凌乱，唯独这面墙没有堆放东西。那人是利用铜镜的角度，将月光投射在北侧这面围墙之上。这就是枭雄想要验证之事。试试看。影子太模糊了，屋内光线太暗了，会不会是月亮移动，铜镜反射不到足够的光亮？距离刚才不过约1刻，空中无云，亮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这里少了一个东西。太日局常利用小孔观测日食，但若想日影清晰明亮，需有子物聚光。此人心思缜密，方才事发突然，才让我们发现破绽。再试试。县主，太史城，刚刚那些鬼影是你们弄出来的？那人用打磨过的珠片聚光，用刃线绑上这些纸片，像操控皮一样变换所谓鬼影的形状，再通过控制远近，让影子变大变小。不光是用鬼影作怪，还故意让风声吃下胀肚的食物，费这么大劲，不图财也不害命，只是为了吓唬人。是。既然都扮鬼了，只是捉弄几个倒霉的宫女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害人呢？二位毕竟是内野局的，这么说多少有些不合适吧？
不光要利用铜镜，还打磨珠片，如此狡猾又缜密。今夜让他逃了，之后上哪儿找呢？太史城会让那人告诉我们的。我还以为把香灰撒在这些角落，是因为这里背光聚阴，给那2名工人些安慰。没想到太史城另有用意。步伐轻盈，步幅较大，是县主追逐时的脚印。这2枚脚印，右侧着力更多，是五人娘子的。我都不认得自己的脚印。因为你的手扶着右侧的肩膀，重心便也偏右。这。这鞋底的花纹不是棉布或皮革，是麻绳。这样的鞋，即便穿着紧袜也会磨脚。宫中身份地位较高的人是不会穿的。这般大小。应该是与顾四之差不多身量，但刚刚与我交手的时候，这人和我差不多啊。夹巷里这么乱，地面又高低不平，这么比不准确。身材矮小又有这样的大脚，那多半应该是个男子。对方的确力气很大，我与他僵持之时费了不少力。不对，听声音分明是个女子啊。善口技之人，无论是女子吟唱还是婴儿啼哭，都能模仿得栩栩如生。所以，她可能也并非女子。2位说的都有道理。都有道理。那这人既男又女。看这，足脊边缘并不完整，多为虚边，前肩虚边更为明显，后侧还有擦痕。小脚穿大鞋。虽然我并未看清对方身形，但根据鞋印，那人身高不会超过57寸，对方应该是位高大的女子，或者瘦小的男子。左脚比右脚足隐身，那人走路时会习惯性偏左。唉，绕了一圈，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那接下来咱们等着，明晚继续。今日已经打草惊蛇，即便他想故技重施，也要等下个月了。下个月？下前月之后就不会这么亮了。这还怎么查呀？去查查牵引剪纸的线。他怎么不唱？县主，金二郎只弹琵琶，从不唱呢。这支曲子叫什么？千山渡。别人都在后台领赏，你要溜到哪儿去？娘子独身来到此处，被旁人看去恐怕不大合适。哪里不合适？在下身份卑贱，恐误了娘子清誉。果然和一般男子不同，难怪那唐琴娘子说找金二郎要凭运气。阿好不值得娘子如此费心，告辞。
急什么？陪我说说话。娘子请自重。哎呀，弄疼你了。你受伤了？教坊越人有伤病，不足为奇。只是弹琴，怎么会有淤青？谁伤了你？我给你报仇。我素来与人无怨无仇，多谢娘子关心。放开我！17日那晚，我们分明在寒凉殿见过，你却如此生分，我好伤心啊！那晚我在苏婕妤宫里奏乐，并未见过娘子。我问过了，那晚你的确在苏婕妤宫里，不过你并未领赏就提前走了。苏婕妤的妹妹对你念念不忘，你没拿的礼物，她今日还特意给你送来了一把罗甸紫檀琵琶，金二郎应该会很喜欢。只可惜二郎走得太快，又让那娘子扑了个空。什么时候不领赏，也成了罪过。不领赏不是罪过，但在宫中装神弄鬼、蛊惑人心，却是重罪。旁人只是这是罗甸贝母拼出的花朵，殊不知这点点贝母组成的，却是掌管五行六律的异绣。如此精美的妆奁，实在少见，在这皇宫中，竟然有2个，另一个在哪？你应该很清楚。有一枚打磨得一样的珠片，此刻就在内野局。是在寒凉殿的窗下找到的。你若还是否认，我们大可对比一下。真是不小心，怎么装神弄鬼的剪纸就不知道毁掉呢？还不肯说？那我就只好以教坊越人秽乱后宫的罪名，把你关进内野局了。我还以为县主有多大的本事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不如此，怎么让你这位王才女的好姐妹开口？你如何知道？太史城卜了一卦。教坊女子难免被王公贵族骚扰玩弄，我怕麻烦，才一直以男装示人，却还是难掩魅力。县主莫要取笑我了。教坊司选拔严苛，乐人们也都技艺高超，也有自己的傲气。我是从民间被选中辅乐艺的，初入宫时没少受欺负，幸好遇到了玉树。你技艺不精，当不得这差事。我若技艺不精，又是如何被选入宫？谁知道你是靠什么被选入宫的呀？技艺如何，比一比就知道了。他是街头卖艺的，你又是什么来头？什么来头不重要，在这里不是凭本事说话吗？什么时候论起了出身？怎么样？好点没？
是夫人留下密信，让我带着伤药来此处寻你。哎，这伤不会是夫人扎的吧？就是他扎的。那夫人还挺不会扎的，应该扎右边，扎左边干嘛？他伤我，其实另有所图。哈，你和夫人啊，还真是心狠手辣，天生一对呢。传太子殿下命令，立刻搜山。是四卫兵的人，这四卫兵的人怎么会听李氏的号令？皇帝病重，太子监国，你再晚回去2天，李氏就登基称帝，君临九州了。往北境逃，走捷径，登水路，不出3天，便可到嘉兰关。不行，李氏一定也这么想的，或者说，阿姨一定会让李氏这么想。我这一条捷径，往西北走，渡流水，比陆路更快，可达嘉兰关。阿英真厉害。你安排几个人，一路向北，在路上故意弄点痕迹。至于我们要逆流而上。逆流而上？今儿已至，将兵全部调出来搜山，我们就回去出后宫，进安都。是。哎，对了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李氏的门案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天你走了之后，我翻阅遗书，发觉事情不对劲，便夜探太子府，找到了这个脉案。这是因为皇帝长期服食丹药，毒侵脉络，但凡所处皆受其毒。可是李池为什么健康无恙呢？因为李池根本就不是老皇帝的亲生儿子。这偷来的太子之位，他终究是坐得太久了。阿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自以为是，引出了这么多误会波折，还害得你全家。害我全家的是李池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。你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是李池所案？我收到了阿兄的血书。韩星，韩星，韩星，你看。你阿兄或许没死。梁伟山分别后，他带着江岩，他把那孩子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。若他自己知道自己绝无生物毒，这血书里怎会连孩子只字不提呢？那日我在漳州城外，只看见了阿兄的盔甲，还有长剑残片，并未找到尸骨。阿姨，你放心，交给我。你阿兄的性命，江岩的性命，我万死不辞。
我捅你那3刀，你一定很痛。可我如果不这么做，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你性命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生啊死？你这条命，你自己不在乎，有人替你在乎。鄂兰婆婆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方才见你第一眼便觉不对，你的身体怎会变成这样？你至多只有1个月的寿命啊！你身中寒毒，的确会受到情动的影响。我让你冷落推开他，没让你……唉，这下误会大了。我只是想让他好好活着，没想到你如今左右也是死期将至，与情动无关，用不着再冷落他。你若真心想跟我分开，你能保住你的命也行。可你偏偏这么傻，选了一条最难的路。你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放开我呢？于你而言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堪信任、不能跟你同生共死的人吗？我怎么会这么想，阿言？你为我树敌颇多，我却连几日的陪伴都给不了。我怕你。那锦慈，我料你身中下蛊之计，七情不全。我最后教你一次：若无意，纵100年也是虚度；若有情，只1瞬也是永恒。既然生死有命，那我们就更不能蹉跎眼前的岁月。从今日开始，你与我只有死别，再不许生离。好。我说过很多遍，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孩子。你吃里扒外，私通敌国，也配做一国储君？你设计围城，害我爹娘惨死，还大于无数将士，惨死边疆，你不得好死！韩香，韩香，援军未到，郑州失守，爹娘拼死护我杀出重围，我们被出卖了。我一定要活着回安都，查出事情的真相。大人，咱们这次为大禹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儿，想必他也总该拿出点诚意了吧？那是自然，谅他也不敢食言，否则我大风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大人英明。走吧，1个时辰之内必须赶到联络站。是，大人。我们答应太子殿下的已经办了，全歼谢家满门。不知太子殿下答应我们的，何时才能兑现呢？不答应，自然会给你。是你吃。拆！
行，安住！退！你说我杀了你爹娘，害死无数将士，岂止啊！你怕是不知道江明令是怎么死的。是我杀了他，是我亲手将毒药灌进他的嘴里。是我要杀了你，将你碎尸万段！驯服的畜生！我吃了他的这个孩子，然后在你面前一刀一刀将他凌迟处死。畜生！哼！终有一日，我取你狗命！阿隐，我不想留你一个人面对他，跟我走吧。我阿兄可能在他手上，我不能走。阿兄，我自有办法去救他。可只有我留在宫里，才能设法救出老皇帝。阿隐，你相信我，我会见机行事，不会跟他硬碰硬的。若你执意如此，我会留安稳在宫中护你周全。你尽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李迟登基大典之时，便是他满盘皆输之日。家仇国恨终有一报，这一日我等了太久了，我一定要亲自跟他做个了断。江廷尉说，愿将族中贵女嫁给我，换10万边军助我登基。姑娶江氏为后，你可愿意？臣女恭贺殿下，觅得良人，得偿所愿。不许你恭贺我！小印，你以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登基？我要的从来都是你啊！只有你，谁都可以恭贺我，唯独你不能。臣女不配殿下厚爱，从今往后，愿殿下高坐明堂，娇妻美妾，尽享荣华，不必再惦念臣女了。小英啊，小英，因为你，故弑父少女，血雨腥风，闯出一条血路，你竟如此无动于衷。臣女已经受尽了情愿苦楚，此生只愿青灯一盏，常伴父亲。必是青灯不佛，故意要留你在这皇宫的佛堂之中。小英，你这一生都休想再逃过。